首一，格离生于宣扬和平的墨家军，身负高超守城之术。时逢乱世群雄割据，赵国对燕国虎视眈眈。位于赵燕交界的梁城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赵国大将军向燕中奉命率领10万大军逼近梁城。梁国弹丸之地，人口不过区4000，何以抵抗10万雄师？城内一时间人心惶惶。梁王不得已向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军求援。等赵军先遣部队大军压境之际，梁城仍未等到援军，梁王便派牛将军带队前去议降。城内百姓们忧心忡忡，梁王却和一众臣子在殿内饮酒作乐，仿佛事不关己。梁国公子梁氏率人来到城楼，看到了自西而来的墨者格离，众人喜出望外，大开城门将其迎进。没想到来人只有格离一人。格离告诉百姓，即使投降，等赵军入城一样难逃结束。随后他登上城楼，将一支弓箭稍作改良，射向了远处的赵军将领。如此射程让赵军心下忌惮，随即撤兵回营。格离助梁城退敌，梁王假装醉酒不与相见，公子梁氏也不以为然，更是将格离的住所安排在马棚，俨然一副小人做派。翌日，梁王面见格离，问他如何在赵军10万雄兵的压力下守住梁城。格离表示，赵军志在燕国，求的是速战速决，胜败的关键就在于梁城能守多久。眼下看来，只要能守1个月，赵军必退。格离诚心谏言，称只要梁王信任，将全城兵权交给自己，守1个月未尝不可。涉及兵权如此重要的东西，梁王心有顾虑，反问格离有没有不战而胜的方法。格离直言，梁王可以绑了自己，交由赵军发落，然后携家眷到赵国负荆请罪，如此也可得一息安寝。弦外之音就是要赵王在面子和里子中2选1。梁王思虑之下，同意将兵权交由格离，并下令不受格离差遣者斩立决。掌握兵权后，格离开始大展拳脚，布置第1回合的守城战。他预料赵军会向城内水源下毒，便命人凿井储粮，按需分配，如此便可坚持1年。接着他又提出在7日之内于南门赶建一座瓮城，所需土石直接就地取材，拆毁宫殿围墙，字字句句语出惊人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。好在最后梁王敲定，同意了格离的做法，全城上下即刻同心协力共建瓮城，其中当然不乏临阵脱逃之人，他们只求安身立命，国主是谁不重要，赋税交给谁都一样。于是这几家人便偷偷出了城，但他们很快就被赵军发现。向燕中从几人口中得知，此时城内排兵布阵的是一个墨家人，便将他们的妻儿扣下，让男丁们返回梁城杀掉格离。瓮城再建，格离开始着手选贤任能，他力排众议，选了射术上佳的普通士兵子团统领全城射手，并告诉梁氏，他的第一源于自己公子的身份，目光放长远一些，方能走得更远。向燕中邀请格离到南门外相见，设下棋局和格离博弈，以探其虚实。格离略胜一筹，向燕中知其非等闲之辈，两人棋盘之外再见真章。第1回合入夜后，格离便开始着手准备，他命人挨家挨户收集粪便泼在屋顶，充分做好所有能想到的准备。翌日，赵军果然开始大举进攻，格离将他们射来的箭用木板接住，再将其取下以作备用。射在茅草房顶的火箭也没能燃起来。紧接着赵军重兵进攻南门，梁城士兵奋力抵抗，点燃灌满硫磺的草垛，城下的赵军霎时间被浓烟包围，梁兵趁机万箭齐发，丢下落石，赵军一时间伤亡惨重。首一，守城之际，一伙赵军细作不知何时潜入城中，趁主要兵力都在守城之际杀出。梁氏赶来支援，细作们不再恋战，纷纷隐匿。梁城折损1名老将，敌众我寡，赵军的人海战术仍势不可挡。瓮城城门被破，赵军大举杀入，却中了格离的第2道防线。赵军被瓮城内的火上浇酒困杀。格离看着在火海中挣扎的赵军士兵，心中开始质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欠妥。向燕中看着赵军损兵折将，便亲率重兵是要踏平梁城，岂料还没到城门口就被子团一箭射中肩部，梁城久攻不下，士气本就低迷，如今主帅受伤，更是军心大乱，只得鸣金收兵退回营地。这第1回合格离险胜，梁城百姓无不拥戴格离。此时赵军军营内士气低迷，威将军提议留下4000兵马封锁梁城，其余前往夺燕。向燕中反驳，败战之军如何能有信心攻打燕国？何况是败在区区梁城。入夜，格离一深夜行医前往刺探赵军军情，果然发现赵军正竭力挖掘潜入梁城的地道。格离很快就被赵军发现，他一路奔逃，才化险为夷回到梁城。回到城中，一时半会无法探查出所有通道的出口，格离便打算将计就计，放赵军入城，再将他们一网打尽。第2回合很快开始，几日后，赵军派出3个奴隶开路，大批精锐紧随其后潜入城中。向燕中亲率大军在城外严阵以待，格离早有防备，城中精锐还未行动，就被早已埋伏好的梁兵团团围住，随即地道入口也尽数被封。已经进入城中的赵军退无可退，梁氏朝为首的将领喊话，放下兵器，可免众人一死。将领看看左右，扔下了佩剑，众人纷纷效仿。这时一旁的民众追打着一个赵军奴隶，格离出面劝解，一时脱不开身，
牛将军趁机下令放箭射杀所有赵军。赵军见无论如何都不能免于一死，只能拼死一搏。就这样，几千精锐被屠戮殆尽，城内尸山血海，触目惊心。城门外的项燕中迟迟没有等来信号，便知城内败局已定，调转马头，吩咐众人回营。第二回合，格离再次出奇制胜，但他内心却对自己以战止战的想法产生了动摇，在杀与不杀间迷失。格离战功赫赫，梁氏起初不屑一顾，现在却满是欣赏和敬重，但这却引起了梁王的不满。他渐渐开始忌惮受到众人认同和拥戴的格离，嘱咐司徒和牛子张二臣看好梁氏，把他的思想拉回原处。格离不断反思，这是他第一次领兵守城，看着一具具尸体生与死变得鲜活起来，再也不是沙盘上博弈的棋子。此时赵军经此一役士气低迷，连日来的对峙更是消耗了大量粮草，已经到了化冰取水的地步。梁城在赵国的探子回禀梁王，齐国挥师20万讨伐燕国，燕国国主下令全力迎战。此消息一出，众人大喜，如此一来，项燕中必定会被召回，梁城解困指日可待。司徒提议封锁消息，立即收回格离兵权，以免百姓认为是格离帮梁城退敌，民心皆握于他手，恐有损于梁王威严。更是言之凿凿表示格离有逆党之心。梁王闻言正中下怀，意有所指，说有人借口协助梁城脱困，实则图谋夺权，等同侵略。末了还反问牛子张重掌兵权后如何捉拿反贼，鸟尽弓藏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受一，如梁臣所言，赵军大举撤退，但项燕中不愿就此罢休，他要置之死地而后生，遂留下1000兵马要和格离决一死战。梁城内恢复了生机，梁氏问格离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，格离回答哪里需要就去哪里，哪怕求救对象是赵国，自己也会帮助他们。确认赵军营地已经空无一人后，格离返回梁城，却被牛子张带兵包围，扣了个莫须有的罪名，要将他就地处死。这时梁氏带人赶来，谎称要亲自诛杀格离，然后趁机上前让格离挟持自己离开梁城。两人来到城外，梁氏想要跟随格离左右，格离告诉他，天下和平不能只依靠帮别人守城的人，最重要的是需要懂得和平的君主。格离转身离开，牛子张带着弓箭引颈追出城，不顾梁氏安危下令放箭，梁氏就这样被万箭穿心，惨死于自己人之手。追随格离的一众百姓也死伤殆尽，唯有格离逃出升天。牛子张误杀公子，向梁王请罪，梁王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诸多不满只能按下不表。梁王在城中大肆抓捕和格离关系亲近之人，全都以谋逆罪论处。子团也被牛子张斩掉了一只手。月黑风高，赵军卷土重来，士兵们分2路攻入梁城，一路乘热气球空降突袭，另一路从城门杀入里应外合。梁兵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子团在下属的劝说下出城投了格离，只顾清算自己人，却疏于防范外敌的梁城，哪里抵挡得了来势汹汹的赵军？没了格离的运筹帷幄，城中火光四起，乱作一团，不消片刻就被赵军攻破，牛子张殉国。大战过后的梁城宛如人间炼狱，梁王带着一众臣民降于赵军。梁城已破，下属提议项燕中即刻回兵保家卫国。项燕中心里哪还有什么家国百姓，只有胜负欲作祟，想要赢格离一次。格离早就败了，败在人性，败在他所拯救之人手中。项燕中为了逼出格离，不惜以全城百姓的性命相要挟。格离单枪匹马回到梁城，提出两人单独于城楼了解这场战争，不再用将士百姓们的命为2人博弈的棋子。项燕中应下，格离却不打算和他打，只说自己愿意认输，只要项燕中退兵。项燕中要的是你死我活的胜负，他打着为亡灵复仇的旗号，用来掩盖自己嗜杀暴虐的本性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他用人命筑起自己的高台，用不必要的战争把活人往死里推，让死人活人都不得安宁。为了自己的欲望，还冠冕堂皇说要复仇。见项燕中一意孤行，格离不再给他机会，他早已布置好水火之功。虽然不知道破土而出的水柱压墙如何形成，但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再加上火攻，局势瞬间逆转。项燕中总算清醒一次，让将士们撤退回家，不要再因自己送死，他则留下来接受失败者的命运。梁王捡了个大漏，百姓们似乎也忘了究竟是谁救他们于水火，纷纷开始为他们的王欢呼。这种被人拥戴的感觉，梁王很受用。远处的子团扔下佩剑离开，追随他的下属也纷纷扔掉了弓箭。如果手中的刀剑不是为了保护家园，拿着它就没有任何意义。后来，格离领着一群因战乱变成孤儿的孩子，游走诸国，宣扬自己对和平的见解。影片到此结束。